求求老天爷，给我们一口活命的粮吧！求老天开眼！这世上若真有神，怎么会让人饿成这样？神女娘娘显灵了！宿主，你冷静点，我是教你攻略男主，不是让你开局装神。男主是谁？就是他，沈爵，未来乱世帝王，快去攻略他！妖里装神，骗得了他们，骗不了我。完了，男主不信你，攻略男主飙升了！攻略一个男人太慢了。今日起，信物者有粥。热的，真的是热的！拜见神女娘娘！不可能！宿主，你管这叫攻略男主？天下都跪了，他也快了。是时候收割第一波震惊值了。公子，这是神仙吗？京中杂技，凭空取物，袖里藏针，不过障眼法罢了。这不是障眼法，那些鱼本该不通人性，却离水而食，摆尾朝拜，从水底寻来珍宝，虔诚献上。画工终究有限，画不出眼前之人的1/1000。他究竟是仙神，还是这林间鬼？不枉费我为了演这么一出戏，在溪边没日没夜的守了整整2天。哇，前几任宿主都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攒够300震惊值抽一次时装，可宿主你连话都没说，就获得了295震惊值。谁说用好感丹喂鱼败家啊？这好感丹用的可太值了！有人是吃的，他手里有粥，还有好多财宝。公子，别动，看看他如何应对。姑娘，你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命金贵着。只要你把那碗粥跟财宝都给我们，我们也不为难你。我们这些人都快活活饿死了，你宁愿把粥倒掉，也不愿意施舍给我们。难道人命在你眼中如同草芥吗？尔等在吾眼中，与这溪水里的鱼虾无甚差别。鱼怎能跟活生生的人相提并论？这个疯女人喂鱼也不给我们吃，大家一起上，咱们干脆抢了她！要我！这鱼成精了！神女娘娘饶命！小的是饿昏了头，不是有意冒犯。隔空取物，万鱼朝拜，这世上真有神女？够了，可以抽新时装了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手持部件碧落仙兰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医术百科与入梦技能。真是个适合装神弄鬼的好东西。有了这个，我还可以再装一波大的，巩固自己的神女身份，继续收割震惊值。兄长说的没错，这吃人的世道已经病入膏肓。三丫，这可是神仙娘娘的信徒，不能吃。娘，这个鱼可以吃，我们拿回去煮给二哥吃吧，说不定二哥吃了鱼，病就能好了。快放下，不要惊扰了神女。三丫，你二哥要是熬不过来，那都是命。这鲤鱼我们绝对不能吃，吃了会遭天谴的。娘，那就让我遭天谴好了，我不要二哥死。山神娘娘饶命！我儿小不懂事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，求您放过他。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碰到过一个孩子，眼前这个小女孩的眼神和那孩子一模一样，惊恐、绝望，又夹杂着求生欲。山神娘娘，求您开恩，我们活不下去了！大慈大悲的神女娘娘，求求您救救我们！神女娘娘，求您救救婉儿，求您给我们这条活路！驯服人心，
从来都是先刀后塔。我的目的已然达到，这群流民已经被彻底震慑，心中只受恐惧与敬畏，是时候给他们一颗甜枣了。众生皆苦，这人间是渡不完的苦海。罢了，看在尔等并非大奸极恶之人的份上，无便破例一次吧。是神仙，真的是神仙！我自幼读圣贤书，从不信鬼神，可眼前的神迹却彻底碾碎了我20年的认知。神仙显灵，神女娘娘慈悲，娘娘慈悲啊！谢谢神女娘娘，娘娘，信女愿一生供奉您。吾并非你们的神，不需要尔等供奉。恭送神女娘娘！哎呀，宿主，你踩慢点儿！你稳着点飞，别晃。我这不是紧张吗？我怕你摔下去，一紧张就飞不稳了。你越紧张越飞不稳，我要是真摔进溪里，这神女还怎么装？高度可以了，快让我进系统空间。唉，从早演到晚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刚刚差点穿帮，幸亏我是老演员了。宿主，你演技也太好了，刚才那一脚踩空，你居然面不改色。那当然，全靠你给我当踏脚石，我才能这么仙气飘飘的离场。这一波装得不错吧？太成功了，底下那些人全都看呆了。宿主，咱们这算不算完美谢幕？算。宿主，你快起来，震惊值在扣！扣就扣吧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回到系统空间是需要消耗震惊值的，1分钟就要100震惊值，咱们赶紧选个没人的地方出去吧。1分钟要100震惊值，这么黑？对，就是这么黑，快走，震惊值可不能浪费啊！震惊值可不能浪费。宿主，那些流民还没离开。糟了，宿主，你刚才忘了把鱼群送的那些珍宝带走，就在岸边浅水里。哦，那就是我故意留下的，算是一种考验吧。如果他们能通过我的考验，那他们将会是我第一批最忠实的信徒。神女娘娘说她不是我们的神，那我们在这个吃人的世道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？天底下那么多人，神女娘娘就算是有通天本领，也管不过来呀。神女娘娘定然是已经有足够多的信徒，所以才说不需要我们供奉。娘娘不计较我们冒犯，还给我们治病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德，咱不能贪心。娘娘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神？如果娘娘是我们的神，那该多好啊！真羡慕那些能供奉神女娘娘的人，他们可真走运。你们快看，水里有东西在发光！这是神女娘娘留下的。娘娘留下这些宝物是什么用意？会不会是给我们的？要不然我们大家把这些宝物分一分吧。这是神女的东西，咱不能动吧？可是神女已经走了呀。走了也不能动，那是神仙的东西，你拿了不怕遭报应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就把东西放在这里吧？这会不会是神女故意留下的？神女要是想带走，回手就能收走。可她没拿，她是不是在试探我们？我可没动，我什么都没动。我也没动，这谁敢动啊？万一神女在天上看着呢？可要是捞上来，放哪儿？由谁来保管？
万一保管的人起了贪念呢？不如分了算了。珍宝不能动，可也不能就这么扔在水里不管。万一被野猫叼走了呢？万一下雨涨水冲走了呢？这不是那也不是，到底怎么办才好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世间竟有真神。在下沈玉途经此地，诸位夜里聚在此处，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？回公子，这河里突然就冒出了这些宝贝。诸位不敢擅动这些珍宝，是怕神女怪罪。是的。在下倒是有一个提议，你们看可行否？神女不需要你们的供奉，可心意总得有个安放之处。与其把这些珍宝藏在土里，让他们不见天日，不如在这里用这些珍宝为神女建一座庙，立碑，写上今日之事。这真的可以吗？神女娘娘会不会怪罪我等自作主张？神女既然愿意出手为你们去除病痛，这说明她是一位善神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他看起来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人说的话应该错不了，我们就听他的吧。可我们连神女娘娘的法号都不知道，这庙该怎么建啊？万一写错了，岂不是冒犯神女娘娘？公子，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给我们拿个主意？不如就叫神女庙，不写名号，只以神女二字称之，既不会因不知而失礼，也不会因妄断而冒犯。这个好，那就叫神女庙。对，就叫神女庙。这个沈玉果然是个聪明人，不枉费我花了2天时间蹲守。如此一来，我也有了降世的理由。宿主，你演技真好，那些流民都把你当成了真神女，甚至连沈玉都信了。她可是男主沈爵帐下至多近妖的首席谋士，无他，为手熟矣。以前我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，接近一个崇尚佛法的任务目标，女扮男装当法师，给他讲了整整3年的佛法。演技要是不好点儿，是会死的。宿主，你怎么会想当缉毒警察？那多危险啊！说真的，我也不想当警察，但谁让我出生在警察世家，我没得选。你能吃东西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需要宿主你花镇经值给我买皮肤。你穿上那个小狐狸皮肤，能不能让这个世界的人看见你，听见你说话？可以啊，宿主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给你买。宿主，你要给我买皮肤吗？宿主我爱你！我缠了那个小狐狸皮肤好久，它有9条尾巴，毛茸茸的，毛茸茸再吵就不买了。哇，我变成小狐狸了！宿主，我变成小狐狸了！不错不错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、发饰部件、蝶隐簪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昭彰套装、手持部件、雷法令。好东西。宿主，这算什么好东西啊？咱们的任务是攻略男主，要让男主爱上你，你总不能男主不爱你就放天雷劈到他爱吧？这违反了系统法则。我当然知道任务是攻略男主，别急，我们一步步来。等我装神女赚够了镇经值，到时候我再抽几套加魅力的时装惊艳出场，男主还不得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？哇，宿主你好聪明，你这个计划堪称完美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配合你。有你这么棒的系统，我真幸运。宿主英明。昨天还人心涣散的流民，现在却已各司其职。冥冥之中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丝线在牵引着他们，他们的改变简直恐怖。多谢公子。你还要去搬？是的，娘说神女娘娘心善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，神女娘娘就一定会再回来的。
公子，您身份尊贵，怎能干这种粗活？还是让属下来吧。不用。公子，大公子因进言得罪了国师，被贬出京，如今又遭刺杀，下落不明。咱们要是再耽搁下去，大公子恐怕有危险。兄长是习武之人，他若是遇险，无法脱身。我一个读书人，找到了又能如何？你与沈二前去寻找兄长即可。公子，外面不比京都，这灾祸不断，到处都是战乱跟山匪作乱，您一人在外实在不安全。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没法跟侯爷交代。那你留下，让沈二去寻兄长。公子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要摔熟了才粘得牢。你看，是这样吗？公子这手一看就是拿笔的，拿笔的手也是手，能写字就能糊墙，做不好就学，一遍不会就2遍。俺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么随和的贵人。我们都是神女的信徒，你也别公子公子的叫我，折煞我了。你叫我小沈就行。大哥怎么称呼？俺叫赵二牛。赵大哥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给地主家修1年围墙，管吃不管工钱，说好年底结，年底管事儿又说东边遭了灾，只给了2两煤米。后来地主家遭了兵祸，庄子烧没了，那2升煤米也没处要了。再后来就开始逃荒，一路逃到这儿。京都酒池肉林，城外百姓相识，何其讽刺！小沈，你读书多，俺想问问你，神女娘娘还会回来吗？赵大哥，神女离开时可曾说过再也不回来？那倒没有。那就是了。这庙在这儿，她若是路过，总该进来歇歇脚。不好了，山匪抓了狗娃！怎么回事？他们托人去城里买供奉娘娘的香火，回来的路上撞见了那伙山匪，狗娃没跑掉，俺没办法，只能先回来报信儿。狗娃，俺的狗娃！糟了，山匪追过来了。听说你们发了一笔横财啊！这小崽子可什么都说了，给你们1炷香时间，把宝贝都交出来，否则的话，老子就把这小崽子下锅煮了。大爷，我们没有什么宝贝，孩子是胡说的。这小崽子把你们建庙的事儿都说了一遍，什么神女娘娘留下的珍宝，当老子不知道。水快开了，你们慢慢想。那是神女娘娘的东西，你也敢抢？你就不怕神女娘娘降罪吗？你会下18层地狱的！你作恶多端，神女娘娘一定会惩罚你。老子活了40年，杀过的人比你们见过的都多。真有神，让他出来啊！老子倒要看看是神的金身硬，还是老子的刀硬。对方人多势众，我身边只有沈大一个能打的护卫，想要从山匪手里救下孩子和这些流民，毫无胜算。去砍了他一条腿，扔进锅里。好嘞，老大。放肆！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藐视神灵？是神女娘娘来救我了！娘！老子还以为是哪路神仙，原来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娘们儿。老子今天就直接给你剁成肉泥，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！这可是我舔着脸给修仙系统当了整整3个月狗腿子才换来的护身符啊！我的心好像又不痛了。方才你说要将吾剁成肉泥，妖怪，别过来！你连神与妖都分不清，便敢吃人？尔等罪恶滔天，执迷不悟，今日吾便降下神罚，
净洗乾坤，以正天道。神女娘娘饶命啊！神不应该怜悯苍生吗？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，你不能杀我！杀生为护生，斩业非斩人。饶了我，求求你！一切皆为苍生。饶了我！神女娘娘，这些是那日您落下的。凡俗之物与吾无用，尔等自行取用吧。那怎么行？俺们哪受得了？快来给娘娘您建庙吧！吾不是说过，吾不需要供奉，为何还要为吾建神庙？是我替他们出的主意。建庙之事，非是百姓想要以此裹挟神女娘娘，而是他们惶恐。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困苦，他们只有把心安放在您的神像前，日子才能过得踏实。这是他们在绝境里活下去的盼头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沈玉，一介书生。既是一介书生，那你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？考取功名或可救百人、千人，却救不了天下人。能救这乱世的，唯有神女您。人间之事，自有其因果运行规律，如同江河奔流，自有其河道。吾不会过多干涉人间之事。神女明鉴，玉并非要您逆天改命，更非求您强改人间因果。可若江河决堤，亦须引疏导流，方能护得沿岸生灵。天道轮回，盛衰有数，乱世终结亦有时限。可乱世之中，百姓连生的根本都已经被践踏，何谈规律运行？便如草木笑阳而生，若狂风暴雨折其干毁其根，草木连生长的机会都没有，又如何遵循自然之理枯荣？欲知小神女不愿干扰人间因果，从不敢求您定天下分合，只愿神女垂怜天下苍生，略施威力，拨乱反正，护万千无辜生灵一线生机。这并非过多干涉人间之事，而是守天地本心，护因果正道，让人间的江河能重新流回属于他的河道。你倒是能说会道。这座庙你们愿意建便建吧，只是不必供什么香火，吾不吃那些。小史，公子，神女娘娘刚刚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俺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公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神女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了？神女还会再出现吗？别急，神女娘娘应该是认可了我们，以后我们大家都是神女娘娘的信徒。快！大家伙加把劲儿，咱们这2天就把神女庙建起来。跟沈玉那种咬文嚼字的文人说话，真他娘的累呀！宿主，你是神女，怎么能说脏话？我只是个假神女，人前装装就得了，人后还装，那不成傻子了？我现在有多少震惊值？宿主，就刚才那一波，咱们足足赚了3200震惊值，扣除进入系统空间消耗的震惊值，你还剩4500。系统，把抽奖称端上来，让我来个10连抽。天恒昭彰套装眼瞳部件，善恶瞳，凡所行处，善念恶举，皆如镜照影，无所遁息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衣袍部件，浮生香，受到攻击时自动开启保护结界，击飞敌人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血雨部件，浮生履，穿上可踏水而行。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阴套装披帛部件，挽流云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赐福技能，为身怀功德之人赐下福泽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偷摸改了爆率？不信我啊，抽奖池的爆率都是主神规定的，我也没办法更改的。那为什么我10连抽还不如单抽？宿主，因为前10抽有保底，所以你前面几次抽到的都是有附带技能的高级时装部件，现在保底过了，这就是正常爆率。宿主，你脸有点黑。行吧。装的再像，也是假的。说到底就是个普通人。浮生霄的防御确实好，可我更缺的是无限白粥的技能。若等3月后皇帝驾崩，方士乱政，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。我需要更多的震惊值，换取更多技能，才能给这世道争一线生机。神女保佑，求神女娘娘保佑！娘，我好饿。这便是
神明的力量吗？大慈大悲，谢神女娘娘救命之恩！善，娘娘万岁！你们既得了神女的恩赐，还不速速离去？敢问阁下是？我乃神女座下灵兽。说来惭愧，我等凡夫俗子，见识浅薄，从未见过如灵狐大人这般口吐人言的灵兽。想来大人在神女座前，必定也是极受倚重。玉斗胆，请大人指教。神女不识香火，我等该如何供奉娘娘？神女常言：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你们若诚心供奉神女，往后多行善事吧。宿主，那个沈玉太难搞了。筒子啊，就是因为沈玉难搞，所以我才派你去应对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能扛事的那个。宿主，下次要做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。对了，宿主，我刚刚装神兽赚了1300震惊值，我们现在一共有4500震惊值。那1300震惊值你自己留一半，存着买皮肤吧。宿主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宿主？行了，把上次那个佐料粉给我，咱们今天吃烤鱼。宿主，你不是大爱苍生的神女吗？你怎么能吃鱼？傻了吧你！都说了我是装神女，又不是真神女，演戏而已，你还真信？怪我入戏太深。话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攻略男主啊？急什么？我有自己的节奏，你别打乱我的计划。眼下是奠定我神女人设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出现纰漏。至于男主沈爵，等他3步一跪9步一叩来求我的时候，才是见面的最佳时期。谢神女娘娘救命之恩！这100多号人如此井然有序，沈玉没白费我给他搭的台子。这沈玉还真是个人才啊！宿主，他们好像准备搭棚。神女娘娘给了我们1碗粥，是让我们有力气活下去。但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不能光指望着娘娘天天施粥。我方才去看了，那边的林子里有野竹和枯木，砍下来就能搭棚。小沈，我跟你去。沈公子，我也跟你去。公子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总算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了。娘，我跟二哥今天又打了鱼草去喂娘娘庙旁边溪里的鲤鱼。瞧你跑得满头大汗，那些鲤鱼是娘娘的信徒，你之前还咬了人家一口，咱们必须得好好弥补过错。我也是饿极了嘛，我现在天天给他们喂鱼草。是啊，娘，小妹可勤快了，天不亮就背着篓子去打鱼草。好孩子，好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所有的变化，都是从那1碗白粥开始的。我愿以此身如竹，哪怕燃尽最后1寸骨血，也要从这恶殍遍野的乱世里，拽出一个干干净净的清平人间。这套时装的技能真牛啊！宿主，不是这套时装厉害，而是整套的效果和单穿的效果差距很大。原来如此，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欧？想要什么就来什么。宿主，是红薯哎，我们快生火把这些红薯烤了吃吧。你个系统嘴怎么这么馋？以前我是个光球，现在终于能吃东西了，我不就看见什么都想吃。这些红薯不能吃，
我要用它们当种子。宿主，你居然还会种红薯，难怪你能想到用它们当种子，不愧是宿主，深谋远虑。我是警校毕业的，又不是农业大学毕业的，我怎么可能会种红薯？宿主，我有办法。我之前有个宿主写过一份红薯种植教程，原本他是想当投名状送给男主刷好感，结果发现这个世界压根没红薯，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我记得当时把东西存在了系统背包里，你等等哈，我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筒子，你真是我的心肝儿。得想个办法，将这些红薯和这红薯的种植教程交给那些流民，然后再狠狠收割一波震惊值。第5次了，自从离京，追杀就没断过。无论藏在哪里，他们都能找到我，不止一处。5个人，或许是6个。宿主，咱们真不去救吗？男主他好像有点死了。不去，他男主光环死不了。为了让四周的土地变得肥沃，我穿着这身时装跟暴走王似的，从早走到晚。现在我只想睡觉。可是万一男主嘎了，我们任务失败，这个世界就会崩溃，所有人都会死啊！我去，不早说！沈将军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罗道清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值得你们这么为他卖命？国师大人是仙人转世，自是值得我等誓死追随。仙人转世，仙人会指使你们干这些刺杀的勾当，为一己私欲搜刮民脂民膏，卖官鬻爵，欺压百姓。他们这些方式分明都是妖人。住口！休要污蔑国师大人。大人说了，先破后立，天下大乱方能大治，还世人一片净土。死几个人算什么？沈将军，你安心上路吧。松开！姑娘，救救我！沈某必有重谢。人都晕了，我装给谁看？有人来了。宿主，是沈二找过来了。走了。这伤是谁治的？神女娘娘显灵了！神女娘娘慈大悲！又少了一半，天天刺州脱敏是正常的，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些新的震撼了。芸芸众生，黑白交织，善恶并存，没有纯粹的善，也没有纯粹的恶，都只是在泥泞里挣扎着想活下去罢了。吾今日与九重天私遇农神，农神免人间耕种为奸，特托吾携一物下界，此乃神种，名曰红薯。农神言：此神种不择己土，不惧旱魃，无论山冈薄地、沙砾荒坡，皆可扎根。一株可结数枚，一枚可重达斤余。春种秋收，亩产可约2000斤。若人间有人能将此神种培育成器，吾便降下一道机缘，让此地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保一方百姓3年不饥。真的3年不饥？神女娘娘，可否让玉一试？你与此物无缘。二哥，你种地种得那么好，要不然你去试试。小妹，那可是农神的神种，连沈公子都与神种无缘，我一个庄稼汉哪能肖想？咱爹在世时说过，咱们村就属你种的那2亩地收成最好。别乱说话，让人听见笑话。神女娘娘，我二哥会种地，他以前在村子里种地种得可好了。神女娘娘，您就让我二哥试试吧，他一定可以的。一双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的手，你二人上前来。
神女娘娘可真美啊！兄妹二人都是知恩图报之人，崔三丫比崔二郎更适合培育神种，可他年岁太小，眼下担不了重任，只能慢慢培养。不过年纪小也有年纪小的好处，新脑子更容易接受新事物。崔二郎，吾将神种小人在，你可愿意？小人怕种不好，小人没出息，就会种几亩薄地。小人怕万一种不好神种，辜负了娘娘您与农神。非也，农神所种非技艺之精，而在新城。你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，那双手便是最好的凭证。你只需尽力而行，种好了是你的造化，种不好，那便是这方天地灵气不足，容不下这神种，非你之过。小人跟神女娘娘保证，这神种小人拿命去种。善。崔三丫，你且来吾身边。你心思纯净，灵台清明，与农神之道有缘。吾今日便传你红薯种植之法，望你兄妹同心，相辅相成，共将此神种培育成器。不得不说，系统的道具是极好的。这入梦铃能将红薯种植教学视频以入梦的形式植入崔三丫脑子里，只可惜一次仅能对一人使用，不然就能把教学视频植入到每个人的脑子里，省时省力。崔三丫，吾已将这红薯种植之法传授给你，好生记着。他日你若能将此法广传人间，惠泽苍生，农神必当欣慰。三丫，刚才神女娘娘传授给你的红薯种植之法，你可记得清楚？快跟二哥说说。二哥，我刚才看见了好多好多东西。三丫，快说说，快说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就看见有穿着奇怪衣服的人将红薯埋在土里，浇上水，盖上薄土，然后就冒出绿芽来了。神女娘娘应当是用了什么法门，让你灵魂出窍，将你送到了天宫，让你观摩天上的仙人是怎么种地的。是的，就是天宫，那里的屋子怪模怪样的，还有人在地里吹肥。用什么吹？用人的粪尿，要沤过的不能直接用。咱们既然知晓了种红薯的法子，那不如趁着天还没黑，一起去找找地吧。对，这要是种成了，以后咱们这些人就都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了。一个8、9岁的小女王，绝不可能凭空说出这些。难道这世间真有通天彻地的神力？宿主，我真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把入梦铃的技能用在崔三丫身上？你留着给男主造梦多好，到时候给他编一出梦中幽会的戏码。我现在哪有时间去攻略男主？眼下最头疼的是怎么名正言顺拿下信都城。神女不能沾染人间权力争斗，可光是这小小的溪谷，远远实现不了我心中野望。宿主，咱们不能这么浪费。系统，我们刚才赚了几万震惊值，你觉得这技能用的亏了吗？哎呀，震惊值当然很香啊，但是宿主，我们的任务是攻略男主，要是完不成任务，我们会被逐出这个世界的。看来得做些什么稳住系统，至少不能让他发现我另有所图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我听隔壁周婶子说，三丫今日撺掇他二哥抢了您的机缘。小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不能不懂。您对我们恩重如山，而我们却恩将仇报，这让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我们身无长物，只有这一篮今早挖的野菜，还望公子能收下。王婶，你误会了，并非是二郎跟三丫抢了我的机缘，而是神女娘娘说我与此物无缘。什么？神女既然将神种与种植之法传授给了二郎跟三丫，说明他们才是有缘人。王婶，你莫要再苛责三丫，今日若不是她勇敢站出来，我们或许都得不到这神种与种植之法。这些野菜我是万万不能收的。天色不早了，王婶，你快带三丫回去休息吧。沈公子，三丫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可惜没投个好胎。他爹走得早，我又是个粗人，什么都不懂，我怕教不好他，把他给耽误了。沈公子，您是有大学问的人，我不求三丫之后能出人头地，只希望您能让他跟在身边学个皮毛。三丫，你想识字吗？想的。那你以后便唤我先生吧。三丫这名字是家中排行，当小名叫惯了也无妨。只是入学启蒙，总该有个正经名字。何者，家谷也，春生秋成，虽不若百花争艳，却养万民，济天下。
日后你便叫崔和。大公子，您总算醒了。大公子，我这伤是你找的大夫？我发现您时，您的伤就已经伤愈了大半。那样重的伤，太医院国手在此，没个10天半夜也休想下床。山野之间竟有这样的医术。你可曾看见一位姑娘？方圆百里，属下来时都看过了，没有其他人。分明记得晕倒前闻到她衣袖间淡淡的谷物清香，怎么只有你？福燕呢？我们来寻您的路上，在溪边遇见了一位法力无边的神女。神女？方士祸乱朝纲，蛊惑圣听，致使朝堂乌烟瘴气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你是沈家不屈，自幼跟在我和福燕身边，难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？大公子，神女娘娘跟那些方士不一样。那日我跟二公子亲眼看见神女施展神通，凭空取物，还引得溪水里不通人性的鲤鱼朝拜献宝。够了，这世间哪有什么鬼神之说，都不过是些招摇撞骗的妖人罢了。学了点障眼法，就敢妄称自己是仙人神女？是，大公子。福燕在何处？大公子，二公子就在前面不远。他吞吞吐吐做什么？二公子如今已经成了神女娘娘的信徒，正带领一众流民为神女建庙。荒唐！带我去找福燕，我倒要看看这位神女娘娘究竟有什么通天本事。宿主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之前的几任宿主对男主嘘寒问暖，一辈子最高也才刷到50好感度，可刚刚男主一下子就给你涨了20好感度。哦，挺好的。我就知道宿主你可以的。你当时没有第一时间救男主，一定是在等他濒死才出手，这样他才能刻骨铭心的记住你的救命之恩。后来你又不等他醒来就离开，肯定是为了让他念念不忘，毕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这就是脑补吗？成功之后，自有大儒为你辩经。宿主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好，男主的好感度掉了，好不容易加了20好感度，怎么一下子又扣掉了40，成了-20？慌什么？书中有提到过，男主不喜巫蛊之术，他应该是听说了我人前显圣的事迹，将我当成了骗子。那怎么办？别急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等他主动找上门来，知道我不是他想的那样，好感度自然会加回来。万一男主不来呢？你忘了吗？沈玉还在我手上，沈觉他能丢下自己的亲弟弟不管？啊，宿主，你真是老谋深算。不会用成语就别用。进来。如何？回禀国师，失手了。第几次了？第5次。刺杀5次都失败，难道历史真的无法改变？我注定会被沈觉千刀万剐。1年前我穿越到此，成了历史上最受雍明帝宠信的大奸臣方士罗道清。本想直接投靠沈觉，但当时方士以密谋毒死皇帝，我若倒戈，他们定会先杀我灭口。国师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带人去信都城守着，信都校尉周白是沈觉旧部，等他们2人接头，你们再动手。是。对了，国师大人，信都城附近传言有神女降世。我刚扯出仙人转世的虎皮当上国师，信都城就有人自称神女，靠，什么人啊？比我还能装。可知是怎么回事？听附近劳民说，那位神女娘娘神通广大，不仅能凭空取物，还能降下天雷，惩罚作恶多端之人。你说什么？天雷？属下也不太清楚，只听有亲眼目睹的劳民声称，那天雷威力巨大，顷刻间便能将人劈成灰烬。这个世界出现了跟我一样的穿越者，而且对方连火药都搞了出来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在信都城活动，很可能是投靠了沈觉。历史上大夏开国皇帝沈觉人格魅力高，网上全是他的梦女。估摸着这个穿越女也是个想跟沈觉谈恋爱的恋爱脑。不行，我必须拉拢他，拉拢不过来就只能除掉他。恋爱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个恋爱脑会造火药。火药在古代行军打仗上完全称得上是全方位降维打击。大公子，这玩意儿哪是人吃的？你们听说了吗？神女庙里供奉的那位神女娘娘赐下的粥可不是普通的粥，里头加了仙露，喝一碗能顶3天不饿。真的有神女赐粥吗？我亲眼见过的，还能有假？真的太好了！神女娘娘一定是专门下凡来救苦助难的。仙露仙人下凡救苦救难，这些话术在京中听过太多了。那些方士用5石散哄骗天子的时候，也是这套说辞，说服用5石散能延年益寿。而这所谓的5石散根本不是仙药，是害人至深的毒药。
此地竟有乱世罕见的安宁景象，不过是虚假的繁华，如镜花水月，一戳就破。宿主，你果真料事如神，男主还真来了。自从我拿震惊值把监控功能升级了一下，现在整个溪谷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咱们要不要去露露脸啊？筒子，我现在扮演的是神女，要是随意露面，那还怎么保持神秘感？那怎么办啊？不急，等沈爵亲眼目睹我使用那些时装技能，他自然会想方设法求见我。昆鱼丝架套装虽能让作物早熟，但没办法让这些红薯苗一夜之间长成。看情况，红薯成熟至少还要4个月，太慢了。3个月期限将至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宿主，你可以强化套装啊！我看了下，你只需要再消费1万震惊值，就能开启套装强化功能。强化后的套装技能效果会翻倍。筒子，你真棒！区1万震惊值，我消费得起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坐骑部件浮梦仙玉。30连抽就给我出一个高级时装部件。宿主还抽吗？抽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昭彰套装衣袍部件昭明成天玄袍加身如负天归，可开启罚罪领域。上次30连抽才出一个部件，这次10连抽就出一个。而且这个昭明成天袍的技能非常实用，能把有罪之人拉进领域，让他们也经历受害者的痛苦。爹的，什么破功能？套装强化一次就要3万震惊值，怎么不去抢啊？宿主，我也没想到强化要这么多震惊值。我前几任宿主攒的3瓜2枣抽一次都费劲，更别说消费解锁新功能了。资本家丑恶的圈钱嘴脸。不过升级后的昆羽丝架技能效果比之前强了几倍，能缩短作物4个月生长周期，外观也变华丽了。这震惊值花的似乎也挺值。昨夜苗又蹿了一截，看来这神种咱们是种成了。可不是，老朽种了一辈子地，头回见长得这么精神的苗。如今这红薯苗还没成熟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须得好好照料这幼苗。府爷，兄长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对了，兄长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种的红薯，那可是能亩产2000斤的神种，待它长成，这世间或许就再无饿殍。红薯如今粮食最多不过亩产200斤，此人开口竟是2000斤这种无稽之谈，你也信？兄长，这神种红薯是农神托神女从天宫带到人间来的，凡物自是不能与其相提并论。我原以为沈儿可能是夸大其词，如今看来，你当真是被迷了心智。我知道兄长痛恨方氏祸国，但神女并非蛊惑人心的方式，她是真正心怀苍生的神奇。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，你跟我走。我要留在这里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。符彦，你曾经立誓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些你通通都抛之脑后了吗？我从未背弃自己曾经的志向，兄长不必再劝我，我意已决，愿将此生献于神女，永远追随她的步伐，至死方休。沈公子，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！都别动，奉新都太守之命，此地流民私自开垦田地，违反大庸律令。来人，把这些秧苗都给我拔了！军爷，少废话，速速把这些秧苗都给我拔了，一颗不留。是。不能拔呀！这些都是神女娘娘赐下的神种，我们全盼着靠他们活命。住手！军爷不能回，这神种成熟了，能活很多人的命啊！要毁苗，你们就先杀了我！哼！二哥，流民开垦的是无主荒地，按照大庸律令，流民于无主荒地开垦耕种，3年内免赋税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难道连律法都不懂？哼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校尉讲律法？哼！给我拔！你去，就是送死。你是什么人？让周白来见我。这流民竟还认识周校尉，倘若今日之事传到周校尉耳中，我定然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所有人听令，这些流民聚众闹事，抗拒执法，持械袭官，就地格杀，一个不留。
大家的命根子啊！你们是想违抗军令吗？傻站着做什么？动手！是神女娘娘，神女娘娘显灵了，神女娘娘来救我们了！神女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饶命！毁坏神冢，尔等可知罪？异兽、光华、悬浮的马车，绝不是普通的障眼法，难道是中了幻术？曾在武陵州平乱时见过善用巫蛊之术的术士，将人困在幻境里，莫非他也是术士？沈福夜。三尺有情，虽不行，四绝险的背行，却让人生苍老天地心。神女娘娘是小人无用，没能保住这神冢。你不必自责，红薯乃是天上之物，强行在凡尘接种，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命中该有此一劫。然你们以性命相护，赤诚可见，为这红薯苗留住了一线生机。神女娘娘慈悲，谢谢神女！神女娘娘大悲！神女娘娘！起死回生，不是障眼法，也不是迷魂药，他身上是有真本事的。倘若能得他相助，日后行军打仗，伤亡人数定能大大减少。宿主，男主刚才加好感了，他对你的好感从-20变成了正20。郭攀，信都城副校尉，任职7年。我并未自保性命，他怎会知晓？难不成她真是神女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国师大人说了，这世间除她之外，并无其他仙人。自你任职以来，你一共克扣军饷1200两，侵吞赈灾粮食800斤，强占民田15顷，逼死百姓7人，欺辱民女3名，其中最小的年方12。这7年间，因你而死的冤魂一共39条。妖女，你一定是妖女！都给我起来！谁若能杀了这个妖言惑众的妖女，本校尉赏银100两！你们竟敢违抗军令！郭大人，那可是神女娘娘，咱不能对神女动手！放屁！那就是个妖女！老子杀了你！妖女，你这个妖女！冥顽不灵。传闻中神奇皆有多重法相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怎么回事？我看不见了，一定是神女娘娘发怒了。搞快点，镇月关的黑雾只能撑30秒。马上！场景已经搭好了，入梦技能可以用了。天恒昭彰缺的部件太多，罚罪领域又只能拉1个人，只能用入梦铃来搭台子了，这样才能把所有人都拖进来。让系统搭场景，把梦境和犯罪领域链接，360度沉浸式审判，这效果应该能赚不少震惊值。链接完成。罚罪领域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该不会是18层地狱吧？18层地狱怎么可能这么亮堂？那这里是天宫？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兄长，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伟力，这是神明的力量。方氏误国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神女所行之事，无一不为苍生。无论真假，在我心中，她都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神。审判庭既开，罪业将无所遁形。郭攀，神种承天地气运，护一方生民。你一念愚昧，险些毁去万千生灵希冀。今日便由吾轻审你的罪孽。你克扣军饷1200两，导致兵卒们没有冬衣，冻死了13人。此罪你可认？小人也只是一时被利欲冲昏了头。是非功过皆有定数，你该向那13名兵卒忏悔。好冷！救命！救救我！原来朝廷一直有给我们发军饷，只是都被吞没了。去年，郭校尉让我弟弟六子冬日守城，六子在城门上活活冻成了冰雕，他却拿着六子的军饷，在秦楼楚馆里逍遥快活。六子还是个孩子，他才17啊！
我还活着。郭潘，你私吞赈灾粮800斤，导致受灾百姓无粮可食，饿死了16人，此罪你可认？神女娘娘，赈灾粮一事是赵太守指使，我只负责把赈灾粮运出城。那些粮食是被赵太守的侄子高价卖到邻郡，我不曾染指过那些赈灾粮啊！娘娘明鉴，娘娘明鉴。此事你的确不是主犯，但你助纣为虐，偷运赈灾粮，这16名百姓的死与你亦有间接关系。我好饿。我婆娘就是这样饿死的。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给我们活路，死了活该。大人，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是我全家老小唯一的活路，求您高抬贵手。给老子滚开！跑，快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为一己私欲，强遁民田15顷，逼死百姓7人，奸淫民女3名。郭潘，此罪你可认？神女娘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把那些抢占的良田物归原主，以后我一定改过自新，多行善事，弥补过错，求您宽恕。晚了，那些有资格宽恕你的人，如今均已投胎转世，而你只能去无间地狱赎罪。国师大人也是仙人转世，我妹妹得他宠幸，你若置我于死地，他……神女娘娘万岁！神女娘娘功德无量。宿主，这场景怎么越看越像邪教？郭潘做了那么多恶事，跟他狼狈为奸的信都太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拿下信都城，迫在眉睫。按照书中剧情，信都城马上就要面临大规模蝗灾，庄稼食不存一，这或许是个契机。系统，我现在有多少震惊值？宿主，刚才那一波赚了3万多的震惊值，目前总共有76660的震惊值了。原本想用昆鱼私架直接催熟红薯苗，让这些流民多一些盼头，可按书中剧情发展，信都城的蝗灾近在眼前，要是提早用了，蝗灾来了就只能看着干睁眼，得留一张底牌。宿主，你赚了这么多震惊值，干嘛还天天风餐露宿？系统空间有大床房，包夜只要5000震惊值，你完全住得起。系统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以前出任务睡在野外，得担心被人一枪崩了，还得担心被蛇鼠虫蚁咬，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？宿主，等完成了任务，我就跟主神申请给你多加10亿奖金，这样你重生回到原本的世界里，财富自由，完全可以辞职不干缉毒警，安心当条咸鱼躺平。好。求鱼，山海经中异兽，所现之时蝗虫过境，核心技能操控蝗虫。系统，我给你买个新皮肤吧。宿主，我不想要，这皮肤看起来像兔子，却长着鸟类的嘴，还有蛇的尾巴，丑成这样，他居然要5万震惊值，咱不能当这个冤大头，买这个皮肤真的太不值了。宿主，你快换上给我看看。名正言顺占领信都城的办法有，解决蝗灾的办法也有了，还能收割一波震惊值。沈家兄弟那么帅，你看都不看一眼，偏就盯着一群面受饥荒的流民。我的小狐狸皮肤那么漂亮可爱，你非让我换个这么丑的。宿主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恋丑癖。闭嘴，睡觉。大哥哥，我叫崔和，是先生的学生，这是先生让我送来给你的。信都城灾荒不断，连九府的粮仓都见了底，这荒山野岭哪来的米？这粥哪来的？神女娘娘赐给我们的呀！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天天喝到粥。每个人天天都能喝到？之前没法天天喝，因为神女庙容不下太多人跪拜神女娘娘。不过先生很聪明，他让去跪拜神女娘娘人把白粥带回来，然后倒在一起加点热水，这样大家就都能喝上粥。好像不是梦，不是幻术，是真的粮食，是真的白粥。你说的先生是沈玉？他人在哪儿？先生带人在后山开垦田地，说是以后都用来种红薯。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好。昨晚发生的事还能说是幻境，可这白粥是实实在在喝进了肚子里，那种饱腹感如何作假？莫非这世间真的有神？这粥可真香，要是我那可怜的孙儿也能喝到就好了。夏老头，人各有命，咱们能得到神女娘娘眷顾，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神女娘娘心善。大哥哥，你怎么不走啦？没事，走吧。先生，大哥哥找你。兄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别明知故问。你嘱咐这小丫头一大早上给我送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主动来找你？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兄长。如今前来神女庙的流民日渐增多，昨日我让沈大粗略统计了一下，眼下溪谷足足有800余人，光靠我一个人忙前忙后，可能还没看到天下太平那一天，我就已经英年早逝了。可不得想办法留下兄长你。你带我去见神女。兄长，神女哪是我等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？想我16岁随父出征，21岁官拜骠骑大将军，朝中谁见了我敢不笑脸相迎？倘若是旁人让我吃闭门羹，以我的脾气，非得狠狠收拾他一顿。可这位神女不同，就算她是假扮的，光凭今早那一碗白粥，也值得我重视。听他们说，神女每日辰时会在庙前赐粥，我明日可否随流民一起跪拜神女？兄长，看到那些人了吗？他们都想去跪拜神女，但神庙前的空地有限，容不下太多人。你要是想跪拜神女，就只能排队领号，等轮到你的号再去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队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排到的。排就排。叫什么名字？从哪儿来？识不识字？知不知道跪拜神女时要说什么话？沈觉，字长风。大公子，沈二，怎么是你在这里给流民做登记？属下早年在府中跟着夫子学了几个字，二公子就给我安排了这么个差事儿。天菩萨，谁能想到我一个护卫，有一天也能干上文书的活儿？符砚说跪拜神女娘娘要领号，给我吧。大公子，跪拜神女娘娘是有规矩的，您跪的时候额头必须触地，触地的时候还得响，不响不算诚心，然后还要说神女娘娘慈悲。算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连面对君王我都鲜少先跪拜之礼，如今却要跪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子。神女娘娘，温热的，真实的，是瓷器的手感，不是障眼法，也不是迷魂药。这白粥就是凭空变出来的。宿主，男主看你都看呆了，他刚刚给你加了10点好感，现在好感度有30了，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你干什么？神女娘娘赐粥的时候不许喧哗，不许站立。神女娘娘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粥喝，你怎能对神女娘娘不敬？把她赶出去！对，赶出去！不能让这个对神女娘娘不敬的人继续留在这里。诸位请稍安勿躁，我家兄长初来乍到，不懂这里的规矩，我一定会带他向神女娘娘请罪。兄长，神女已然成了此地百姓唯一的信仰。我知你不信鬼神，但你若想留下，日后面对神女，切不可像方才那般。我现在信了。书中剧情提到过，信都城校尉周白是沈觉的旧部，若是带上沈觉，关于信都城的布局，或许能事半功倍。筒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入主信都城后，便可以大展拳脚，发展农业与工业，放眼天下13州。蝗虫！蝗灾！有蝗灾！快跑啊！蝗虫来了！诸位稍安勿躁，我们所处的这片溪谷地势偏低，四面环山，风从高处过，虫往高处飞，这些蝗虫未必会进来。神女娘娘保佑啊！俺好不容易有了住的地方，不想再逃荒了。一定是神女娘娘保佑！神女娘娘显灵了！那是信都城的方向，蝗虫过境，赤地千里，如此庞大的蝗灾，一旦落在信都城，田里的庄稼顷刻间化为乌有，连一根枯草都留不住。神女娘娘，信都城蝗灾相至，数千百姓命悬一线，求神女娘娘开恩，救救信都城的百姓！求神女娘娘的开恩，救救信都城的百姓！神女不在凡间，西王母设蟠桃宴，神女前去瑶池赴宴了。天上1天，地上1年，待神女赴宴归来，信都城恐怕早已变成一座空城。灵狐大人，可否请您看在信都城数千百姓命在旦夕的份上，替我等向神女娘娘求求情？瑶池圣地乃西王母道场，非是我能随意出入之地。你们既是神女的信徒，若是诚心向天祷告，说不定神女能感应到。
兄长。我沈觉今日在此立誓，若神女娘娘肯降世解救信都城百姓，沈觉愿以余生供奉神女娘娘，肝脑涂地，绝不背弃。宿主，你为啥不直接现身啊？非得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，往往不会被珍惜。差不多了，该我上场了。是神女娘娘显灵了！太好了，神女娘娘听到了我们的祈祷了。这淡淡的古物清香，莫非那日救我的就是神女？尔等祷告之事，吾已知晓。天灾降世，本是天地轮回，诸神不得擅自插手，乱天道秩序。但此次蝗灾却非天灾，而是妖邪作祟。妖邪？难怪这次蝗灾尤为恐怖，原来是妖邪在作祟！求神女娘娘救救我们！妖邪乱世，生灵涂炭。身为神祇，自是不能坐视不理。吾将亲往信都城，镇收邪祟。神女娘娘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这下总算可以名正言顺入主信都城，百姓跪请，谁会怀疑？至于这个灾是怎么来的，别管。你二人随吾同去。上来。不错不错，等限时抽奖库刷新，以目前拥有的震惊值，保底可以抽出一套新时装。有人，是仙车，神仙显灵了，神仙显灵了！走吧。是咒，叩谢神女娘娘，神女娘娘大慈大悲。曾经，我以为只要镇守边关，令四方异族不敢来犯，便能会还天下太平，让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回京后才发现，从始至终异族都不是导致百姓困苦的根本原因。当今天子沉迷寻仙问道，宠信奸佞，贪图享乐，苛捐杂税，压得百姓怨声载叹。神女娘娘，这乱世会有变好的一天吗？人间的事，吾看了2000年。1000年前，有人也曾问过吾这个问题。那时吾给他的回答是：乱世不是天降的灾祸，而是人自己造出来的。既然是人造的，便该由人来结束。由人来结束，是靠那些在朝堂上争权夺利的滚滚诸公，还是靠那些拥兵自重的诸侯？乱世从来没有赢家，哪怕有人最后结束了乱世，赢得天下，建立新朝，他得到的也只有残破山河。神女的意思是，想要真正终结这乱世，不能寄望于天降紫微星，独挽狂澜，唯有唤醒每一个苟活于世的人，让他们心中有光，手中有刃，肩上有责，人人皆为星火，方能聚星成聚，烧尽黑暗，重铸人间安宁。人人皆为星火，人人皆为星火。道长，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平息皇神之怒吗？赵太守这是不信贫道。不敢，不敢，只是这毕竟是条人命。皇神之怒需以活人献祭才能平息。此女八字至阴，年方27，正是最佳的祭品。若赵太守此刻心软，待蝗灾降临，信都百里田化为焦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个责任不知赵太守可担得起。道长说的是本官愚钝了。时辰已到，点火！活人祭祀，尔等是为供奉妖邪。活人祭祀，尔等是为供奉妖邪。休得胡言！贫道供奉的乃是皇神，
你们擅闯祭祀大典，若惊扰皇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低等小神的确需要人间香火供奉，但吾从未听过有谁需要活人祭品。贫道乃是奉天命行事。上古之时，每逢大灾，天子诸侯必行活祭之礼，平息神怒。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，对神女不敬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放开道长！飘曲大将军，大将军恕罪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该死，求大将军饶命！神女娘娘，这个妖道与昏官该如何处置？不可！祭品未焚，皇神之怒未消，你们若敢……我阿爷在哪儿？苏阿航，你先把刀放下。我阿爷在哪儿？你们把我抓来的时候，说只要我听话就不动我阿爷。他人呢？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？还不快去地牢，把那个老东西带上来！阿爷，阿爷，是我，是阿和。不是自愿的，我家阿恒不是自愿当祭品的，不是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在这信都城中，会有人胆敢行活人祭祀之事。倘若今日我再晚来一步，这祖孙俩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。此时此刻，我才无比清晰地理解师父曾对我说过的那句话：如果能上一线，他绝不愿留在后方指挥。如今我以天下为棋局，每落一子，都可能牵动无数悲欢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能咬牙前行，早已无路可退。你祖孙二人命中本不该有此一劫，实乃妖邪作祟，乱了因果。无忌见了此事，自当拨乱反正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神女显灵了！我师弟是天上的仙人转世，不仅有着通天手段，还能预知未来。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神女，哪能比得过我师弟神通广大？来了，皇神来了！你们看到了吗？皇神来了！贫道早就说过，要用活人祭祀才能平息神怒。可是这个女人，她打断了祭祀，还让人放走祭品，皇神之怒都是她招来的。都是因为她不是神女吗？还会仙术，也可能是妖术啊！玄和道长说的没错，蝗灾来了，粮食没了，我们以后该怎么活？是你们触怒了皇神！若不是你们破坏祭祀大典，蝗虫根本不会降临信都城。诸位信都父老，贫道修行数十载，向来以借势救人为主旨。贫道虽不才，却愿倾尽毕生所学，为信都百姓求得一线生机。道长，你真的还有办法吗？贫道自有办法让皇神息怒，尽量减少灾祸，但有一个条件：这妖女蛊惑人心，破坏祭祀，触怒皇神，实乃灾祸之源。若他和他的人不离开信都城，
贫道纵有通天本领，也无法平息皇神之怒。道长说的对，把他赶出新都城都是他害的，他走了，皇神才能息怒。神女法力无边，根本不需要我等凡夫俗子的保护。但神女爱护苍生，我们无以为报，只能向神献上一颗真心。求余私自下凡，为祸苍生，还不速速随吾回九重天受刑。孽畜，还不现出原形？皇神大人，这妖女破坏小人精心为您准备的祭祀大典，全然未将您放在眼里，您千万不要放过她呀！什么情况？宿主不是让我演妖怪吗？这人干啥喊我皇神大人？还有他说的妖女又是谁？难不成是有人抢了我的戏？杀千刀的！我排练了好几天才把妖怪演熟，现在戏份被抢，我咋演？求余，无尽不知，你区区一个小妖，竟敢在凡间自称皇神，让信都百姓以活人为祭，供奉你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提前背了考试题目，结果开考后拿起卷子一看，好家伙，换题目了！哈哈哈哈！没戏的，没戏的！大胆妖女，休要信口雌黄，这分明就是皇神大人！原来如此，我就纳闷，好端端的开卷考试，为什么会坏端的换了题目？原来是这个老不死的搞的鬼！皇神大人，我等都是您的信徒，自是不会被这个妖女三言两语蛊惑。我就是一小妖，你非给我扣个冒充皇神的帽子，想让我牢底坐穿是不是？你这个臭道士，好险恶的用心！神女娘娘明鉴啊，小妖冤枉！他就会说话，神女说他是妖，妖当然会说话。既然他是妖，那玄鹤道长为何又说他是皇神，让我们用活人祭祀他？难道是玄鹤道长在骗我们？您拥有操控蝗虫的能力，能招来铺天盖地的蝗灾，这等本事岂是寻常小妖所能拥有的？您怎会不是皇神？您是高高在上的皇神，何须畏惧一个来路不明的妖女？您施展神通，让她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神力。这老头有病吧？让我去打神女，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亲宿主。小妖，我怎敢冒犯神女娘娘？总算有点长进了，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。你如实招来。小妖本是九重天上灵兽园中的一只小囚徒，因贪玩偷跑下凡，然后被这道士诓骗。他让我假扮皇神，说只要我配合他演戏，弄些蝗虫吓城中百姓，便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小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就答应了。谎话张口就来，我可没骗过这妖物啊！你既是灵兽，那你可知用活人祭祀，已然堕入魔道，当天诛地灭。神女娘娘明鉴，小妖冤枉啊！小妖根本不知道那道士是要用活人祭祀。他找到小妖时，说的是给小妖供奉香火瓜果，小妖贪吃，这才答应跟他合伙骗人的。要是早知道他要用活人祭祀，打死小妖也不敢啊！神女娘娘，小妖知错了，求娘娘不要将小妖带回天行司受刑。逆叛！念在你身上尚未沾染人间因果，又有心悔过的份上，吾便给你一次机会。从今日起，
你镇守信都城，保信都3年不受蝗灾，将功补过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，小优愿意。3年不受蝗灾，万一神女离开后，她反悔将我们都吃了怎么办？是啊，神女要是留在信都城就好了。我们能不能像祭祀皇神那样，年年祭祀神女娘娘，让娘娘保佑我们？你糊涂！神女娘娘刚刚都说了，用活人当祭品是在祭祀妖邪，那以前不都是这样吗？真正的神奇，从不需要凡俗香火祭祀，更别说是以无辜生灵血肉为祭的邪祀。以人命献祭，不是敬神，而是借神之名行嗜血之恶，亵渎天道，践踏生灵，这是对神灵最大的侮辱。求神女娘娘恕罪啊！老朽3代人都参加过祭祀大典，老朽一直以为这是规矩，并不知晓这是在冒犯神灵。我们是被骗了呀！还有赵太守，他说这是朝廷的旨意。天啊，我们差点烧死一个活人！家传圣旨，活人祭祀这一桩事，一旦坐实，我9族都不够砍啊！大家不要被这个妖给骗了，什么九重天，什么灵寿元，不过是他编出来的鬼话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为何他一来，那妖物就招了？这分明就是一出说谎。他才是真正的妖邪，他和这妖物定然是一伙的。你们若信了他，便是把新都城所有百姓的命都交到了妖邪手中。来人，把守城军给本官叫来。把这几个妖言惑众、扰乱祭祀的狂徒给本官拿下，格杀勿论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周小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本官不是让你去什么？去城外巡视，好让你在这边活活烧死百姓。周白，我乃信都太守，是你的上官，你怎能以下犯上？哼！末将周白参见将军。边关一别也有2年之久，不曾想你还记得我。自是不敢忘。都给我把矛放下！谁让你们对沈将军动刀兵的？你们为何来此？难道不怕妖邪？神女娘娘，俺们肯定是怕的。那铺天盖地的蝗虫，谁看了不腿软？可是神女娘娘，您来信都城除妖，俺们不放心啊。神中有2牛哥他们看着，俺们留在西谷也没什么事儿，只能干着急。索性就来信都城，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就是啊，要不是俺们来了信都城，都不知居然还有人污蔑神女娘娘您。神女娘娘，您好心来信都城除妖，他们却不知好歹，真是可恶。这一路可辛苦。神女娘娘，俺们不辛苦，俺们走的是近路。况且以前逃荒得走个3、5天才能停下歇歇脚，这点路程算不得什么。对呀。神女娘娘，方才那个姓赵的狗官骂您的话，其实俺们都听见了，俺不能让他这么污蔑您。俺老家干旱3年，地里裂的缝能掉进一个小娃娃，树皮草根都吃光了，甚至连观音土都挖不到几口。俺只能跟着乡亲们一路往北走，路上有人倒下，倒在路边，倒在水沟里，倒在不知名的荒山野岭。好不容易到了这信都城，赵太守却把城门一关，说俺们是为祸一方的流匪，不放俺们进去，还在城外纵马驱赶，踩死了好几个人。那时候俺真觉得活不下去了，后来遇见了神女娘娘，是神女给了俺1碗粥，让俺活了命。神女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神权。就是，他说的对，我们这些地里刨食的泥腿子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可我们知道，谁给我们活路，谁就是菩萨。神女娘娘不仅给我们粥喝，让我们有栖身之所，还从天宫给我们带来神种。姓赵的狗官却污蔑神女娘娘是妖，依我看，她才是妖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妖。他们说的应该都是真的。我前阵子也听人说过，城外建了一座神女庙，每日神女都会临凡赐粥。
这什么鬼？书中没有男主在信都遇刺的剧情。难道是因为我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剧情？穿上浮生一梦套装，自保都不成问题，但我没法保护其他人，总不能寄希望于这些刺客不伤百姓。祖宗保佑，让我再欧一次吧！非酋这个称号非我莫属，30连抽竟然一件高级服装部件都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再来！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阴套装生破杜剑杜仙音，此部件声如碎玉，每语一字，皆有清音绕梁，远传千里。他爹的，40连抽就给我出一个扩音器！我总不能站在台上喊你们住手，快住手，不要再打了吧！刺客显然是有备而来，招招致命，且专挑人群密集处下手，我绝对不能退，退了这些百姓谁来守护？还有5万镇静值，我服了还不行吗？求求是点有用的吧！只要让我抽到有攻击性的时装部件，以后就算是让我吃泡面没有调料包都行。恭喜宿主获得剑域9霄套装，阵法部件归虚剑阵，阵起之时，万箭朝宗，杀敌于无形。尔等当着吾的面残害吾的信徒，是未曾将吾放在眼里。神女清楚地告诉过我，她不会过多干涉人间之事。我本以为神女不打算插手这场刺杀，可是神女比我预想中更仁善，也更爱护自己的信徒。刚刚只是撞上那女子扫过来的眼神，就瞬间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，哪怕是面对仙人转世的国师大人，也未曾有过。莫非她真的是传闻中的神女？这已经是第6次刺杀沈爵，倘若这次也未能将沈爵的项上人头带回国师府，实在无颜面见国师大人。我只要沈爵一个人的命，并不想牵扯其他人。现在离开此地，我绝不为难。你口中的沈爵，亦是吾的信徒。万一男主被这些人弄死了，这个世界就会崩塌，所有人都得为他陪葬。归虚剑阵，开阵！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既然不懂珍惜，那便怨不得无，去吧。我不是第一次见神女施展神通，也早有心理准备，可直面那可怕的剑阵，内心依旧久久无法平息。神明之怒根本不是凡人能承受的。这是神女第2次出手救我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生出一丝妄想，自己在神女眼中是特别的。以前收割镇精值，我会兴奋，但这一次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喜悦。宿主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还要恩威并施，收拢民心，让信都城百姓请求你留下来吗？
无碍，神女娘娘，这两人方才鬼鬼祟祟，像是想趁大家不注意偷跑出城。神女娘娘饶命！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该死！下官该死！下官该死！求神女开恩！求神女开恩啊！道友，贫道也是受赵谦蛊惑，一时糊涂啊。你是修道之人，当知因果，不能妄造杀孽。今日你若杀了我，必损道心，与你大道修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道友，不如你我各退一步，在此静心论道，化解了这番恩怨，方是正道。无知大道，你不配听。你，张志，你多年来以玄鹤道长的身份，到处招摇撞骗，诱导各地百姓用活人祭祀，夺走了3条鲜活的生命。赵谦，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却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。为了敛财，你贪污赈灾粮，导致灾民流离失所，活活饿死，曝尸荒野。更甚者，你还收受贿赂，在公堂上颠倒黑白，草菅人命，造就无数冤假错案。你二人的罪行，万死难辞其咎。神女杀得好，像这种草菅人命的狗官，跟招摇撞骗的妖道都该杀，他们就该下18层地狱。对，该杀。在他们眼中，神女杀人就是为民除害，哪怕对方是一方太守，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，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。神权凌驾于万物之上，在神权面前，皇权又算得了什么？西谷的流民对我更多的是敬畏，不是惶恐，而信都百姓眼里除了恐惧，再无其他。恐惧能让人臣服，维持一时的秩序，却无法让人真正追随，真正信仰。恩威并施，方是长久之道。吾曾说过，若人间有人能将神种红薯培育成器，吾便降下一道机缘，让此地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3年不饥。3年不饥，老朽没听错吧？这是真的吗？神女娘娘说的是真的。神女曾在天宫偶遇农神，农神托神女从天宫带来一个叫红薯的神种，俺亲眼见过那神种红薯，跟俺们平时吃的粮食完全不一样。农神的神种那一定是好粮食，岂止是好粮食啊！神女说了，那神种红薯1亩地能收2000斤。2000斤，真的假的？神女娘娘说的话还能有假？那神种现在有人去种吗？当然有，俺们都把神种当宝贝疙瘩一样照料，前阵子都长出了小苗。真想看看神种长啥样啊！吾方才掐指一算，神种已成气候，今日吾便兑现诺言，赐下机缘。熟了，妹子熟了，这不是做梦吧？你快掐我一下！神仙显灵，神显灵啊！神种长成了，一定是神女娘娘显灵！神女慈悲！神女娘娘大慈大悲，求神女娘娘留在信都城，让我们为您修建庙宇，塑金身，供奉您。神女娘娘，求您留在信都城吧。尔等若能守善持正，善待生灵，便已是敬天奉神，无需金身庙宇。宿主，
咱们这次赚了那么多震惊值，男主的好感度也涨了。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？有吗？有，我一直在监测你的情绪数据，从那些刺客出现，你的愉悦指数就刷刷的掉，焦虑指数蹭蹭往上涨。还有，你从机台离开后就一直在发呆，什么也没做，这不正常。以前你每次赚了震惊值，都会兴冲冲的为下次赚更多震惊值做准备。我只是在想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系统，你说牺牲一小部分人，拯救一大部分人这件事，是对还是错？这问题太复杂了，连我的数据库里都没有标准答。但是，我觉得只要是宿主你做下的决定，就一定是对的。这么相信我？宿主，你是好人。今年的收成很好。这些人本来都应该死在一场蝗灾里。宿主，是你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虽然你总说自己是个假神女，但我觉得你真正做到了神爱世人。你别给我戴高帽啊，跟捧杀似的。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。限时抽奖池是不是出了新套装？是的，这次的限时套装是万象本无套装。只有一套？对，限时抽奖词的套装都是随机刷新的。好东西，我毕竟不是真神女，平时必须得跟凡人保持距离，不然容易露馅儿。每次扮演完神女之后，都是避开人群，藏身于荒野之中。时间久了，估计得成野人。现在好了，有了这个套装，就能捏个小号，方便平时休息，不用再风餐露宿。恭喜宿主获得万象本无套装面具部件无相面。恭喜宿主获得万象本无套装衣袍部件万象衣。恭喜宿主获得万象本无套装声破部件千音破。恭喜宿主获得万象本无套装头发部件幻丝。万象本无套装跟其他时装不一样，要先捏一张脸才能换上。没想到我捏脸天赋还挺高，捏出来怪像的。宿主大人天赋卓绝，系统佩服佩服。李清河，陇右人士，父亲是退役边军，自幼将他当作男儿教养，教他拳脚枪棒、骑马射箭。因向往外面的世界，离家游历四方，凭借一身武艺，行侠仗义。这个身份我喜欢。剩下的震惊值，还是留着以后强化其他套装更有性价比。原本游侠套装附赠的是10两银子，买了这匹马就只剩下6枚铜板。住客栈是住不起，天天睡野外也不是个事，得给自己弄个住所。山匪打劫，山匪劫道居然还能端坐看书，这人瞧着倒是有意思。乖乖将金银交出来，也赏你个痛快。河洛裴氏的马车，你们也敢拦？老大，河洛裴氏是世家大族，这2人身份贵重，要不然咱们放他们走吧。好不容易逮到一条肥鱼，放什么放？天高皇帝远，这里是信都城，又不是河洛，你怂个屁！杀了我们，你们定然会麻烦缠身。放我们离开，这马车里的金银你们都可以拿走，我们绝不追究。这位公子，你不如付我报酬，我帮你解决掉这些山匪，怎么样？哪儿来的野丫头？姑娘开价多少？100两。100两，解决这8个人。嫌贵，那我再保你的马车平安到达信都城，这个算附赠的。叔父，她只是个女子，怎么打得过匪徒？打不打得过，试过便知。臭丫头，你在找死！
喂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啊！成交。怎么样？女子手中若是有利刃，是不是也不弱于男子？100两，100两。之后还要劳烦姑娘护送。在下何路裴度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裴度，书中剧情提到过，裴度是沈玉给沈觉拉来的第一个人才，是不可多得的战术军事型谋士。最重要的是，裴度还是带着整个河洛裴氏投靠的沈觉，而方才那小姑娘喊裴度叔父，想来她就是书中男主沈觉的正妻裴婉宁。她16岁嫁给沈觉，25岁郁郁而终。放在现代，这个年纪还在上学，在这个时代却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李清河，河清海晏的清，石河岁丰的河。李清河，天色不早了，李姑娘，走吧。李清河，阿宁，等到了信都城，我就托人送你回河路，下次别再一个人偷跑出来。叔父，我不想回河路。为何？母亲想让我跟袁氏二公子定亲，我不想嫁人。阿宁，女子到了年龄都是要嫁人的。叔父，可我不想嫁人。从小到大，你是家里最疼我的人。母亲不准我出去玩，你偷偷带我出去。我不想学女工，你帮我说情。我想要什么，你都有求必应，什么都依着我。为什么这件事不能依着我？阿宁，我只是你的叔父，你的婚事我做不了主。原来小姑娘是逃婚，会讨好啊，说明有反抗意识，并非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。他们欠缺的从来不是拿起利刃的勇气，而是缺少拿起利刃的机会。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创造机会。我看风雨万里，星汉灿烂，爱恨与相逢，你不如我梦。一个姑娘点这么多菜，吃得完吗？该去解决住房问题了，然后便是规划接下来的棋怎么做。姑娘是要租房？是，可还有空着的偏院？有的，有的。这偏院安静是安静，就是旧了些。姑娘若嫌弃，不嫌弃。虽然早就习惯在艰苦条件下生存，但我终究是人，不是神。人都会累，会饿，会冷。宿主，你交代的事我办好了。我用神谕将你的话告诉了西谷那些信徒，让他们推广红薯。估摸着明天他们就会带着红薯来信都城，教信都城的百姓种红薯。唉，干得漂亮，奖励你一个大肘子。哇，宿主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快吃吧，再不吃就冷了。哦，宿主你真好。宿主，我明天能吃2个大肘子吗？咱家啥条件啊？还一顿2个大肘子？那就是买给你的，用不着跟做贼似的。对了，宿主，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沈毅他们带人连夜在城中建神女庙，咱们要不要去阻止啊？他们要建就建吧，在信徒眼里，即便神女不要，他们也得表示诚意。况且沈玉是个有分寸的人，他不会做劳民伤财的事儿，
用不着操这个心。想改变这个时代女子的处境，只能抽这个碰碰运气。还有96000震惊值，100连抽只需要3万，先试试水。恭喜宿主获得国色芳华套装足迹部件步步生莲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花神技能，可使百花齐放，枯木逢春。又是部件。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阴套装，手持部件白玉铃兰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赐福技能，为身怀功德之人赐下福泽。垃圾，只能送别人，自己拿着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又破防了。恭喜宿主获得千机百将套装，手持部件百工匣，每次开箱随机获得一种工业品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百工百业技能，获得各行各业核心技术。系统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抽到了绝世大宝贝！宿主，你该不会是100连抽只抽到3个高级时装部件，气疯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先去洗个手。宿主，你有洁癖啊？没有飞机大炮，给我来个蒸汽机或者屈原离纺织机都行，我不挑。我靠，果然是个大宝贝！这玩意儿拿到古代来，等于工业革命的火车头被人巴掌拍进了农耕文明的棋盘里。纺织业将直接跌跳过手摇纺车时代，从单宁变成多灵，生产效率翻几倍甚至10几倍。宿主，不就是一台纺织机吗？还是那种早就被时代淘汰掉的老古董？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你不懂，你马上出去打听打听，信都城中有没有比较出名的工匠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得利用这台纺织机，让这个时代的人掌握制造纺织机的技术。宿主，用不着出去打听啊，我回来时看沈玉他们建神女庙，听见有人说那个苏阿恒就是信都城中手艺最好的工匠。系统，明天我给你买2个大肘子。原以为最先被骗来信都的人应该是陆不言，毕竟同窗里就属他最傻。谁曾想来的人竟是最不好骗的裴子让，当真是失策。不过没关系，问题不大，反正只要来了信都城，那就没有放他离开的道理。子让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。沈福院，你寄书信给我说，找到了拯救万千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办法，要我来信都城谋事，字里行间说的慷慨激昂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就是你的救民之法。子让兄，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。我离京后，在寻找我兄长的路上，偶遇了一位神通广大的神女。她不仅能令麦苗一夕之间长成麦穗，还赐给了我们名曰红薯的神种，能亩产2000斤。只要我们将这红薯推广至天下，这世间定然就不会再有一子而食的惨事。沈福燕，你脑子也磕50丹磕傻了。那50散不是好东西，你若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沈福燕，就别再服用，否则你我就此别过吧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兄长最讨厌巫蛊之术跟那些方士炼的丹药，倘若被他知晓你在服用50散，他定饶不了。我真没服50散。福燕，城外的麦子收的差不多了，我正好有空，你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来看着就行。沈将军，这座神女庙是你让人建的。福燕，子让来了信都城，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来者便是客，你得好好招待子让啊！文书的活让我一个武将干，这像话吗？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的，说什么都不能让裴度走出信都城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他留下来。古人云，知己好友就该同甘共苦，怎么都得把他拉上船。周白，你来盯着修建进度。是。子让兄，我们去太守府叙旧。这太守府怎么成了这样？信都太守呢？你说赵太守啊？
那厮鱼肉百姓作恶多端，触怒神女，遭神女降下神罚，当场暴毙了。沈将军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信这些鬼神之说？以前不信，那是因为没遇见神女，就像井底之蛙，从未见过外面的天地，便以为天地只有井口那么大。那位神女杀了朝廷命官，又占了太守府，让你们在这儿登记户籍，怎么？你们是想跟着她造反？裴子让，你休要诋毁神女。神女一心救苍生，连供奉在神女眼中都是过眼云烟，她又怎会贪图人间权力？利用太守府办公，只是我们这些信徒自作主张，不想辜负神女一片心意。神女帮我们惩戒了狗官，又给了我们亩产2000斤的神种红薯。倘若还无法将这信都城治理好，那我们真该引咎自刎，无颜苟活于世。符彦说得对，子让，你切不可再说神女意图造反这等亵渎神灵之言。神女乃9重天上的神居，人间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，理应都是神女的。真要论起来，那也是大雍皇室占了神女的人间山河，岂能本末倒置？这沈家大抵是完了。一个从来不信鬼神的少年将军，如今张口闭口神女目无君上；一个好端的天纵奇才，如今成了神女的狂热信徒。他们口中的那位神女，定然是有什么操控人心的本事，否则这根本说不通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带阿宁离开。先生，成了！阿和，不着急，慢慢说。先生，那些红薯苗长成了藤，我们从地里挖出来好多红薯，吃1年都吃不完。神女赐下的那道机缘，让信都城的粮仓满的都快要装不下。但粮食再多，总有吃完的日子。我们总不能整日指望着神女再次施展神力，令穗禾种熟。唯有自给自足才是长久之道。昨日灵狐大人来溪谷传谕，让我们把红薯带来了信都城，带我去看看。子让，你快尝尝，这红薯味道甚美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神女赐下的神种，它是粮食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神女赐下的神种，它是粮食。大哥哥，是的呀，神女娘娘赐下的神种红薯，不仅能生吃，还能用火烤着吃，煮熟了当饭吃。敷衍，替我引荐，我要见神女。神女哪是我等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？先生，我先不跟你们说了，神女娘娘今日又从天宫带来一件神物，正在城中选人，我得赶紧过去，不然挤都挤不进去。符彦，你好好招待子让，我先走一步。瞧着还是不够完美。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以前我见过阿娘织布，知道一匹绢要经过多少个日夜才能成型，而这女子用的神奇物迹织布速度，能抵得上数个织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纺织机。阿爷，快去洗把脸。听人说神女娘娘临凡了，神女娘娘对咱们祖孙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得去拜拜娘娘。阿爷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纺织机，一个人能顶数人织布？你怕是累糊涂了，便是天上的织女，恐怕也没这等本事。咱们快走吧，耽误了时辰。
神女娘娘，神女娘娘显灵了！迎神女降世，神女娘娘万岁！吾今日下凡，只为一个赌约。那是何物？简直闻所未闻！会不会是神女娘娘的法器？那架纺织机跟我梦里看见的一模一样。此乃织女的纺织机，寻常纺车一人一顶，一次只能纺1根纱线，而这架纺织机一轴带动8锭，1人之力可抵8人之功，甚至更多。1人顶8人，这绝非人力所能移。非也，此物所用不过是滑轮与齿轮之巧。你等若能参透其中奥妙，无需任何仙法神力，人人皆可为之。织女言，凡人之智不足以驾驭这等天宫之物，吾却不这么认为。在吾眼中，凡人有着无限潜能。系统搞定了没有？为了演今天这出戏，我昨天特意花了3万镇金值，将浮生一梦套装升了1级。如今入梦技能已变成使用2次后进入48小时冷却，且梦境更逼真。尔等且随吾来。600年前，世人皆种平原沃土，无人敢上山开荒种粮食。可人口日增，平地已不够养人。他用了20年将一座荒山变成了1000亩梯田。第1年稻苗被暴雨冲了大半，第2年他学会了挖水丘，第3年山洪爆发，是他雷的石坎挡住了泥石流，保住了山下的村子。他用了20年将一座荒山变成了1000亩梯田。天下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山上也能种出粮食，平地也能养活人。500年前，天下倾蹂，学宫荒废，读书人皆被视为无用之人。如今这世道，读书有何用？不如去种地。地种不好，荒的是一季；人心若荒了，荒的是一辈子。他教了一辈子书，后来那3个童子，一个成了清官，一个开了书院，一个著书立说。临终他面前已坐满300个学生。他死后，乡人自发立碑，碑上只刻了4个字：斯文在兹。400年前，吴越地界出现了第一座不用桥墩的石拱桥，它的建造者只是一个普通木匠。河道那么宽，不用桥墩，桥怎么立得住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他不懂什么仙法，却用一把凿子、一把尺子，算出了天地之间的平衡。第10年桥开通的那天，全镇的人都来了，男女老少挤在河两岸，全是对他的赞许。300年前，朝廷禁海，商路断绝，南方的茶叶、丝绸运不出去，北方的马匹、皮薄运不进来。当家的，回去吧，这雪太大了，会死人的。翻过这座山，就是活路。我打！翻过这座山，就是活路。我打！他足足用了3年时间，走通了那条被大雪封了数百年的商道。从此，南北货物得以互通，沿路的城镇因商贾的到来而变得繁华。凡人的智慧远不止这些，所谓潜能，也不在天赋异禀，而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敢叫日月换新天。无自天地初开，便诞生于这世间。万万年来，见过生灵无数，唯有凡人让吾看到了这种潜能，将一件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。为此，吾不惜以自身万年修为与织女对赌，赌你们定能胜天半子。若此间能做出百架纺织机，织出千匹良布，便算无赢。我须得提醒一句，这纺织机本是天宫之物，凡人若想参透其中奥妙，必定遭受反噬，轻则伤残，重则身死。现在可有人愿接此重任？兄长，神女行事皆有章法，你对织布纺纱一窍不通，即便你上前请命，神女也不会选你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初来乍到，对神女了解不多，还是不要贸然出头为好，免得冒犯神灵。若是无人愿意，吾也不勉强。神女娘娘，我愿意替您分忧。神女娘娘，我愿意替您分忧。那不是张家嫂子吗？逃荒之前俺跟她一个村的，她织的布在十里八乡都出了名，大家都叫她巧娘。前不久村里遭了兵祸，她儿子儿媳都死了，她还有个小孙子，要是她出了事，她孙子可怎么办哟？张嫂子，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给你养孙子。只要我赵大活着一天，就绝对饿不着他。谢谢谢谢，张嫂子，你咋能给我磕头？我受不起啊！请神女娘娘将此重任交给我们。若能参透这纺织机的奥妙，无论是反噬也好，天罚也好，我愿一人承担。神女娘娘，阿恒只是个小丫头，说话也没个分寸，您别听她的，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，不能让她一个人承担。就是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。跪在张巧娘旁边的不是阿宁吗？子让，你身体不适吗？我没事，事情已成定局，现在不能把阿宁带走，免得触怒神女。原本的计划是用入梦铃给苏阿恒造一场梦，让她主动站出来，给其他女子做榜样，走出后院。可结果，除了苏阿恒，还有10多名女子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站了出来，是我低估了她们。如此甚好，女子一腔忠勇，从未逊于儿郎。今日你们敢为吾挺身而出，皆是巾帼心结，勇气可嘉，为神女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吾心甚悦，故赐你们一件法宝。神女不仅亲口夸赞我们是巾帼英杰，还赐予法宝肯定我们，这是何等的恩赐，何等的荣光！人人都说为母则刚，却没人赞扬他们自我奉献的伟大。直到今日，他们方才知晓，女子竟也能被赞美。铃兰生于荆棘，却自洁自清，不沾半分沉着。待春风拂过荒野，其清雅芬芳自会传扬四方，留得回响。尔等风骨恰如此花，坚韧高洁，堪为表率。此花名曰白玉铃兰，佩之7日内福运相随，可免于一切天谴反噬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再担心参悟至极的奥妙而遭受天谴了。神女娘娘慈悲，神女慈悲啊！娘娘大悲大愿。张嫂子，别愣着了，神女娘娘将法宝赐给了你，你还不快谢恩？男人不敢去做的事，他们女人敢去做，连神女娘娘都认可了他们，以后谁还敢说女子不如男？这法宝，神女娘娘不是赐给我一个人的，它是我们大家的。谢神女娘娘赐下法宝，民妇必不负娘娘，必不负神女，必不负神女，必不负神女。孺子可教也。7日后，便是这场赌局定输赢之日，吾甚是期待。